水本是天地间最无定性的过客，它从雪峰之巅凛冽而下，或是化作奔涌的江河，或是渗入干涸的沙砾。但在某些特定的经纬度，在某些被神灵眷顾的角落，水忽然停止了流浪。它凝固了时间，沉淀了矿物，借由阳光的折射，化身为大地上最深情的眼眸。今天，请跟随我们的声音，暂时忘却城市的喧嚣，跨越千山万水，去往中国。我们要去探寻的不是普通的湖泊，而是大自然遗落在人间的4块宝石，是一场关于光影、化学与漫长岁月的视觉神话。这里是爱旅游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如果你有想看的内容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今天爱旅游为您盘点中国最美的10大湖泊，让您在规划旅行时有更明确的方向。1. 九寨沟五彩池。我们的旅程始于四川阿坝的深处，岷山山脉南段的怀抱之中。九寨归来不看水，这句流传已久的赞誉，并非世人的过誉，而是见过真容后的诗语。而在九寨沟这118个海子之中，五彩池是那颗最璀璨、最摄人心魄的明珠。它隐匿在泽查洼沟的尽头，海拔2995米的高处，像是一个未被尘世打扰的梦境。当你穿过幽深的栈道，拨开葱郁的林木，第一眼看见它时，你会怀疑自己的眼睛。在这个星球上，怎么会有如此不真实的水？它太安静了，没有一丝波澜，没有一声叹息。它不像是一汪水，更像是一块被精心打磨却又忘了收回的巨型翡翠，静静地镶嵌在幽深的山谷之间。这是一种近乎神性的静谧，仿佛连风经过这里都要屏住呼吸，生怕惊碎了这面镜子。请仔细凝视这水的颜色，它不是单一的蓝，也不是单纯的绿，它是流动的光谱。湖底是亿万年沉淀下来的钙化，它们高低起伏，构成了水下的微观山峦。当高原慷慨的阳光穿过稀薄的空气，毫无保留地射入水中，富含碳酸钙的水体便开始了一场精密的光学魔术。锐利散射让蓝色成为主调，而水底生长的藻类、蕨类植物以及沉积的矿物质又在蓝色的底色上晕染出鹅黄、带绿、翠青、藏蓝。这些色彩并非静止不动，它们随着云影的徘徊、阳光角度的倾斜，时刻都在发生着微妙的渐变，就像是一块液态的欧泊宝石，在阳光下流转着迷离的光泽。最令人震撼的是它的通透，水深6.6米，却清澈的仿佛没有厚度。透过这层蓝色的滤镜，你可以清晰地看见湖底沉睡的枯木。那些树木或许已经在那里躺了几百年，甚至上千年。在钙化的层层包裹下，它们没有腐烂，没有消失，而是化作了玉石般的珊瑚，枝桠伸展，纹理毕现。它们安静地横卧在水底，像是守护着某种古老的誓言。传说中，这里是女神色魔梳洗的地方。看着这池水，你似乎真的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神话时代的纯净。在这里，尘埃似乎无法落定，烦恼似乎无处遁形。他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洁净，洗涤着每一双看向他的眼睛，也安抚着每一颗躁动的心。五彩池，它不仅是水，它是大地睁开的一只眼，清澈、深邃，洞穿了世间所有的浮华。2. 黄龙五彩池。离开九寨沟的幽谷，我们将视线抬升，望向不远处的雪宝顶。那是岷山的主峰，终年积雪，巍峨耸立。而在雪峰的脚下，一条金色的巨龙正蜿蜒于原始森林与冰川之间，这也便是黄龙。而我们要抵达的是这条巨龙最耀眼的背脊——黄龙五彩池。如果说九寨沟的水是深邃的眼眸，那么黄龙的水则是层层叠叠的玉盏，是铺陈在云端的瑶池。这是中国唯一
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钙华彩池群。请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，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之上，空气稀薄而凛冽，成百上千个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彩池像梯田一样，沿着山势一级一级地铺陈开来。它们的堤岸并非人工修筑，而是由淡黄色的碳酸钙沉淀物堆砌而成。这些天然的堤坝学名叫边石坝，它们像是一圈圈金色的镶边，将一汪汪碧水温柔地环抱。从高处俯瞰，这简直是大自然最奢侈的马赛克拼贴。每一个池子都是一个独立的微观世界，有的如手掌般玲珑剔透，有的似荷叶般舒展宽阔，有的像弯月，有的像菱角。池水满溢，从上一级流向下一级，虽然听不到惊涛骇浪的轰鸣，却能听到细水长流的低语。阳光是这里的魔术师，因为池底地形的复杂，加上矿物质沉积的厚度不同，光线在水中折射出万千气象。你看到的不再是水，而是流淌的碎金，是融化的碧玉，是浅蓝、乳白、鹅黄、靛青在同一块画布上的自由泼洒。这种地貌的形成需要多少光阴的雕琢？雪山融水渗入地下，溶解了岩石中的碳酸钙，流出地表后，随着温度和压力的变化，碳酸钙重新析出，一点一滴地附着在树根、石块、枯枝之上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大自然像一位最有耐心的工匠，以万年为单位才修筑起这些精美的堤岸。当你站在观景台上，背景是苍茫的雪山，周围是墨绿的冷山林，而眼前是这片宛如神迹的彩池群，你会感到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位感。这里离天空那么近，近到仿佛可以触手可及；这里离尘世那么远，远到仿佛听不见人间烟火。黄龙五彩池，它是大地的鳞片，在阳光下闪烁着永恒的光辉，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变迁。3. 东西台吉乃尔湖。告别了湿润葱郁的西南山地，我们将跨越千山万水，深入中国西北的腹地。风开始变得粗粝，绿色开始消退。这里是柴达木盆地，被地质学家称为祖国的聚宝盆，也被旅行者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。在茫茫戈壁的深处，在无边无际的荒凉之中，有一片被遗忘的海，它就是东西台吉乃尔湖。这是一个关于矛盾与反差的极致样本。请闭上眼睛，构建这样一幅图景：四周是苍黄的、干裂的戈壁滩，狂风卷起沙砾，发出呜咽的声响。这本该是生命的禁区，是干旱的代名词。然而，就在这绝境之中，一片极致的蓝毫无征兆地闯入视野。这不仅仅是水，这是水上雅丹。雅丹维吾尔语意为具有陡壁的小山包，是风蚀地貌的典型代表。通常，雅丹地貌出现在干旱的沙漠中，但在台吉乃尔湖，碧蓝的湖水竟然漫过了荒原，将成群结队的雅丹土丘包围。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。黄褐色的土丘像是一艘艘停泊在海面上的战舰，又像是一座座废弃的古堡，孤零零地耸立在水中。而那水因为极高的含盐量，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蒂芙尼蓝。这种蓝纯粹、高冷，不含一丝杂质。它与土丘的焦黄色形成了剧烈的视觉冲突。暖色与冷色，荒芜与充盈，死亡与生机，在这里激烈的对撞，又奇妙的共存。一条公路笔直地穿湖而过，像是一条黑色的丝带，将这块巨大的蓝宝石一分为二。当车轮滚过这片水域，两边是波光粼粼的湖面，远处是形态诡谲的土林。你仿佛置身于外星球，或者闯入了一个关于末世的梦境。这里没有飞鸟，没有游鱼，甚至连岸边的芦苇都难以生长。它是寂静的，是一种旷世的孤独。这片水域曾是远古海洋的残留，1万年前，这里曾是浩瀚的古特提斯海。
随着地壳隆起，海水退去，留下了这片高浓度的盐湖。它是大地的眼泪，也是荒原最后的慰藉。在台吉乃尔湖，你会懂得什么是苍凉的浪漫。它美得惊心动魄，却又透着一种拒绝亲近的冷漠。它不需要人类的赞美，它只是存在着，以此证明大自然的想象力远在人类之上。4. 大柴旦翡翠湖。如果说台吉乃尔湖是荒原上的奇迹，那么位于其不远处的大柴旦翡翠湖，则是大地深处绽放的几何之花。它不是一个完整的、圆润的湖泊，而是由无数个矿坑组成的盐湖群。这里曾是工业采盐的矿区，人类挖掘的痕迹，在几十年的风吹日晒与卤水结晶中，被大自然重新接管，演变成了一场无心插柳的艺术展。从高空俯瞰，大柴旦翡翠湖就像是一面被打碎的巨镜，又像是神灵项链上散落的珠翠，随意地洒在这片白色的盐碱地上。这是一种破碎的美，也是一种秩序的美。每一个盐坑，因为卤水浓度的不同，因为所含矿物质成分的差异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色彩。有的是深邃湛蓝，像一块凝固的蓝冰，冷冽而高贵；有的是鲜嫩的薄荷绿，像春天新发的嫩芽，充满了生机；有的则是浓郁的琥珀黄，像陈酿多年的美酒。这些色彩之间并非模糊过度，而是由洁白的盐结晶清晰地分隔开来。那些白色的盐带构成了不规则的几何线条，像是大地肌理的切片，又像是一幅巨大的抽象派画作。走近它，你会发现脚下的路本身就是由盐铺成的。那是1万年前海水枯竭后留下的尸骨，是纯度极高的结晶。踩在上面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那是岁月的脆响。这里的湖水静得可怕，它能够毫无保留地倒映出天空中的每一朵云、每一丝光，甚至远处祁连山的每一道雪痕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空之镜。但与玻利维亚的乌尤尼盐沼不同，翡翠湖的镜子是立体的，是有深度的。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，你会分不清哪里是天，哪里是地。蓝天在脚下，大地在头顶，世界仿佛在这里发生了翻转。这里的美带着一种硬朗的工业质感，却又被自然赋予了柔美的灵魂。在西北烈日的暴晒下，水分不断蒸发，盐分不断析出，这片湖水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微小的变化。它是活着的宝石，是大自然在荒芜中写下的最美诗篇。站在翡翠湖畔，你会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空灵。世界变得如此简单，只剩下蓝、白、绿3种颜色。所有的复杂都被过滤，所有的喧嚣都被沉淀。5. 蓝月谷。当我们离开西北的苍凉，视线便随着季风南下，来到了彩云之南。在横断山脉的褶皱里，耸立着一座纳西族人心中的神山——玉龙雪山。它终年积雪，银装素裹，宛如一条巨龙在云端腾跃。而就在这座威严神山的脚下，却流淌着一汪温柔至极的水，那便是蓝月谷。如果说玉龙雪山是阳刚的父亲，那么蓝月谷便是温婉的女儿。这里的前身是白水河，源自雪山冰川的万古冰雪，在消融之后，顺着山谷蜿蜒而下。因为河床由白色的石灰岩构成，整条河流呈现出一种洁白无瑕的质感。然而，当水流汇聚成湖，奇迹发生了。请闭上眼想象，巍峨的雪山直插云霄，山顶的冰雪在阳光下闪耀着刺眼的银光。而视线向下，在山谷的深处，是一抹醉人的奶蓝色。这是一种极难形容的蓝，它不似大海深邃，也不似天空清透，它带着一种乳白色的质感，像是上好的绿松石被研磨成了粉末，融化在了牛奶里，又像是夜空中最皎洁的月光，不小心跌落凡尘，凝固成了液态。英国作家希尔顿笔下的消失的地平线里，
曾描绘过一个名为蓝月亮的山谷。当你站在湖边，看着那倒映在水中的雪山金顶，你会恍惚觉得这里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秘境。水的颜色源自水中富含的铜离子与河床的白色泥沙，在晴朗的日子里，它蓝得发亮，蓝得让人心碎。而当阴雨来袭，水色又会变成温润的乳白，仿佛回到了它最初的模样。这里不仅有水的静谧，更有水的灵动。水流受地势阻挡，形成了4个较大的湖面：玉叶湖、净坛湖、蓝月湖和听涛湖。它们像4块碎玉串联在峡谷之间，而在湖与湖之间，水流漫过层层叠叠的钙华台地，形成了白色的瀑布。那白色的台地形状如同一轮轮弯月，层层舒展，水流其上，如丝绸般顺滑。在纳西族的传说中，这里是情人们许下生死誓言的圣地。相传，如果一对恋人能在蓝月谷的湖水中看到彼此的倒影，并在雪山的见证下许愿，他们的爱情就能得到雪山之神3朵的庇佑，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因此，这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气息。即使你是一个独行者，站在这里也会被那种雪山为伴、蓝水为魂的画面所治愈。远处的雪峰冷峻而高傲，近处的湖水温柔而包容。刚与柔，冷与暖，高与低，在这里达成了完美的和解。蓝月谷，它是雪山的一滴眼泪，也是凡间的一场幻梦。它告诉你，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总有一抹蓝可以安抚你疲惫的灵魂。6. 稻城亚丁五色海。离开丽江，我们将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进发。我们要去的地方被誉为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，这里是稻城亚丁。在这个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地方，呼吸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，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体力与毅力。但这正是亚丁的魅力所在，绝美的风景往往只留给最虔诚的朝圣者。我们要寻找的五色海便藏在3座神山的怀抱之中，位于仙乃日与央麦勇之间，海拔高达4700米。它是亚丁最高的湖泊之一。要抵达这里，你必须徒步攀爬陡峭的山路，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剧烈头痛与心跳。但这所有的痛苦，在看到湖面的那一刻，都将化为乌有。五色海，藏语名为丹增措。它并非真的有5种固定的颜色，而是光影与湖底植物玩的一场视觉游戏。湖面呈圆形，面积并不大，像是一面被遗落在乱石堆中的古镜。但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湖水会折射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光谱。看，那是深邃的宝蓝，象征着宇宙的无垠；那是明亮的青绿，象征着生命的蓬勃；那是温暖的鹅黄，象征着大地的慈悲。随着云层的流动，湖面的色彩瞬息万变，仿佛有无数神灵在水底挥动着画笔。在当地藏族人的心中，五色海是通灵的神湖。传说，虔诚的人能从湖水的倒影中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。站在五色海边，你被3座雪山环绕。北峰仙乃日，意为观世音菩萨，端庄慈祥；南峰央麦勇，意为文殊菩萨，如利剑直指苍穹；东峰夏诺多吉，意为金刚手菩萨，刚烈威猛。雪山圣洁的倒影沉在五彩斑斓的湖水中，这一刻天地浑然一体，你会感到一种强烈的渺小感，一种被巨大自然力量包裹的敬畏感。这里的天气变幻莫测，前一秒还是阳光普照，湖水绚烂如画，后一秒可能就是狂风大作，冰雹倾泻，湖面变得晦暗深沉。这种无常恰恰是五色海最迷人的地方，它像一位喜怒无常的隐士，不轻易示人以真面目。在消失的地平线的叙事里，亚丁是人们寻找内心宁静的终点，而五色海就是这个终点里最隐秘的答案。它不是为了取悦游客而存在的风景，
它是一种考验，一种奖赏。它静静地躺在冰川侵蚀后的洼地里，等待着那些愿意用脚步丈量信仰的人。在这里，你看到的不仅仅是水，更是你自己。7. 芒雅翡翠湖。我们将视线再次投向西北，去往比柴达木盆地更深、更远的地方。那里是青海省的西大门，是被称为中国最孤独城市的芒雅。在这里，有一面被称为魔镜的湖泊——芒雅翡翠湖。如果说大柴旦翡翠湖是破碎的宝石，那么芒雅翡翠湖就是一块完整的、巨大的、尚未被打磨的璞玉。它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气质。南依巍峨的昆仑山，北靠寸草不生的阿尔金山，夹在两座巨大的山脉之间，这片湖水显得格外渺小，却又格外坚韧。这是一片人工盐湖，前身是采盐留下的矿坑，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，它早已褪去了工业的烟火气，回归了天地的本真。请想象一下这种极致的反差。一边是连绵不绝的褐色戈壁，那些被风蚀得千疮百孔的土林，像是一群沉默的守望者，诉说着亿万年的荒凉与干旱。这里没有树，没有草，甚至连云都显得稀疏。而另一边却是一汪透亮到令人心惊的绿水。这水的颜色不是普通的绿，它是高浓度的卤水在结晶过程中呈现出的淡青、翠绿和深蓝。它像是一块巨大的凝胶，平铺在荒原之上。因为含盐量极高，湖面几乎没有任何涟漪，平静得像是一块死水，却又透着诡异的生机。从高空俯瞰，白色的盐结晶将湖面分割成一个个不规则的方块。这网状的纹理像是大地皲裂的皮肤，又像是某种外星文明留下的图腾。这里有一种外星球般的荒寂美感。站在湖边，你看不到任何人类文明的痕迹，除了脚下的盐路。四周安静的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远处的英雄岭，红褐色的山体在夕阳下燃烧，倒映在碧绿的湖水中。红与绿，土与水，干与湿，在这里构成了最强烈的视觉冲击。这里不像九寨沟那样生机勃勃，也不像蓝月谷那样温婉动人。芒雅的美是冷峻的，是硬朗的，是带着一种拒绝感的。它就像是地球的一滴冷泪，流到了天边，流到了尽头。在这里拍照，你不需要任何滤镜，因为这里的色彩饱和度已经超越了相机的宽容度。当你身着红裙或白衣，走在白色的岩埂上，背景是无尽的绿水与黄沙，你会觉得自己仿佛是这天地间唯一的色彩。芒雅翡翠湖，它是孤独者的天堂。它告诉你，美有时候并不需要繁华的陪衬，孤独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审美。8. 神仙池嫩恩桑措。如果说九寨沟是名满天下的大家闺秀，那么神仙池便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小家碧玉。它的藏语名字叫嫩恩桑措，意为仙女沐浴的地方。它位于九寨沟与黄龙之间，兼具了九寨沟的水色与黄龙的钙化地貌，却独独少了一份喧嚣。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林中水，水中林。不同于高原海子的开阔，神仙池的美是包裹在原始森林里的。高大的冷山、云山密密匝匝，将一个个彩池温柔地环抱。阳光只能透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。走进这里，你首先闻到的是湿润的苔藓味和松枝的清香。这里的钙化池不像黄龙那样层层叠叠如梯田般壮观，而是更显精致与随意。它们像是随意散落在林间的莲台，色泽如玉，温润细腻。池水呈现出浅浅的蓝绿色，清澈见底。最妙的是，因为周围森林茂密，水面上往往漂浮着落叶与花瓣。春天是高山杜鹃的粉红，秋天是红桦林的金黄。这些色彩与池水的碧绿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。
你可以看到巨大的钙华瀑布从树林深处倾泻而下，因为钙华的沉积，瀑布下的岩石呈现出金黄色，水流流过，如同液态的黄金在流淌。这便是著名的金银滩。在这里，你不需要赶路，不需要排队，你可以坐在栈道的长椅上，听听水流的声音，看看松鼠在树枝间跳跃。神仙池的美在于它的静与野，它没有被过度开发，保留了最原始的生态。这里的每一棵树，每一块石都保持着自然的姿态。它就像是九寨沟的一个微缩盆景，虽然体量不大，却浓缩了川西水景的所有精华。如果你厌倦了人山人海，想要寻找一处可以独处的秘境，那么神仙池就是最好的归宿。在这里，你不是游客，你是大自然的访客，是这片森林的倾听者。9. 罗辑山五彩湖。在四川凉山州的群山深处，隐藏着一座因山形似少女发髻而得名的山峰罗辑山。这里是第4纪古冰川的天然博物馆。我们要寻找的黑龙潭，又称五彩湖，就是典型的冰川湖泊。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黑马景点。不同于钙华池的艳丽，冰川湖的美带有一种古老而冷冽的气质。五彩湖位于海拔3600多米的山顶，四周是巨大的黑色的玄武岩山体。这些岩石是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的产物，又经过了100万年冰川的切削，呈现出一种嶙峋的骨感。湖水幽深，深不可测，因为湖底生长着一种特殊的水草，加上光线的折射，湖面在不同的区域呈现出不同的颜色。中心是墨一般的黑，那是深水的神秘；边缘是琥珀般的红，那是矿物的浸染；中间过渡着蓝与绿，那是天空与植被的倒影。五彩湖最美的季节是在5、6月份，那时环绕湖畔的高山杜鹃竞相绽放，红的、白的、紫的杜鹃花像是一团团燃烧的火焰，簇拥着这汪深邃的湖水。花影倒映水中，与水底的色彩交织，将整个湖面染成了五彩斑斓的锦缎。这是一种野性的、充满生命力的美。站在湖边，你会发现四周的树木挂满了松萝。这种像胡须一样垂下的寄生植物是空气纯净度的最佳证明。它们随风飘荡，给这片湖泊增添了几分魔幻的色彩。这里常年云雾缭绕，雾气从山谷升起，在湖面上弥漫。五彩湖若隐若现，像是一位披着面纱的神女。偶尔一阵风吹散云雾，阳光洒在湖面上，那瞬间的惊艳足以让人铭记一生。罗辑山五彩湖，它是历史的活化石，它见证了冰川的进退，见证了岁月的枯荣。它美的低调，美的深沉，像一本厚重的古书，等待着懂它的人来翻阅。10. 黄山翡翠谷。我们的最后一站，从西部的粗犷高原回到了东部的秀丽山水。在黄山脚下有一条绵延数公里的峡谷，名为翡翠谷。这里因李安导演的电影《卧虎藏龙》而名扬天下。周润发与章子怡那场竹林打斗的经典戏码，不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功夫，也让世界记住了这汪碧水。不同于西部高原海子的那种奇异与震撼，黄山翡翠谷的美是标准的东方写意山水。这里的核心在于石与水的对话。谷中怪石嶙峋，皆为黄山特有的花岗岩，它们经过流水的亿万年冲刷，变得圆润而光洁，而水就流淌在这些巨石之间。这里的水绿的纯粹，绿的醉人。它不是那种加了滤镜的假绿，而是一种深沉的孔雀绿。这是因为池底岩石的纹理，加上周围茂密竹林的映衬，使得水色如碧玉般剔透。100多个彩池，形态各异，有的深不见底，如同一块巨大的祖母绿；有的浅浅流过，如同散落的翡翠珠链。
这里也被称为情人谷。传说中曾有几十位年轻男女在此相识相恋，因此这里的水似乎也沾染了爱情的甜蜜。每一块石头，每一道波纹，都仿佛在诉说着温柔的情话。走在峡谷中，两岸是挺拔修长的翠竹，风吹过，竹林沙沙作响，那是武侠世界里的背景音。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在碧绿的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金蛇狂舞。这里的景观讲究的是一种意境，它不靠巨大的落差来震撼你，也不靠奇异的色彩来刺激你，它靠的是一种和谐。时与水，动与静，光与影，在这里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平衡。如果你看惯了西部大山大水的粗犷，来到翡翠谷，你会感到一种久违的放松。这里的水是灵动的，是亲近人的。你可以蹲在溪边，掬一捧清水洗脸，感受那份沁入心脾的凉意。黄山翡翠谷，它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，它用最东方的笔触勾勒出了山水的灵魂。在这里，你不再是旁观者，你是画中人。从海拔4700米的雪域秘境到低海拔的幽深峡谷，从西北荒原上那滴孤独的眼泪，到江南竹林里那抹温柔的碧玉，在这10000字的旅程中，我们跨越了数千公里的经纬，穿越了亿万年的地质时光。我们见证了水的10种表情、10种性格、10种命运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水从来不仅仅是化学元素水。在九寨与黄龙，它是神话的主角，演绎着色彩的极致；在台吉乃尔与芒崖，它是荒芜的伴侣，诠释着生命的坚韧；在神仙池与罗髻山，它是隐士的知己，守候着岁月的静好。这些散落在山河褶皱里的宝石，是大自然留给人类最珍贵的私语。它们不言不语，不悲不喜，只是静静地在那里，倒映着日升月落，记录着风起云涌。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滴水，在生活的洪流中，我们时而奔涌，时而停滞，时而浑浊，时而清澈。但只要给心灵找到一处安静的角落，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沉淀下来，我们也能像这些湖泊一样，折射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旅行的终极意义，或许不在于我们走过多少路，看过多少风景，而在于当我们站在这些伟大的自然面前时，那种发自内心的谦卑与感动。感谢您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愿意花时间跟随我们的声音，完成这场慢节奏的云端漫游。此时此刻，无论您身在何处，愿您的眼中总有山河辽阔，愿您的心中常存碧波荡漾。山川不老，绿水长流。这里的每一抹色彩都在等待着与您真实的相遇。关注我，我是爱旅游，带你探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。